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唐真实的李方志。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可以穿越回古代中国，你会选择去哪个朝代？我相信很大一部分人的首选会是唐朝，确切地说是大唐都城长安。在我们现代人的普遍印象里，唐朝是一个无比开放、包容、繁华、浪漫的时代。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李白诗句里的斗酒诗百篇，是元宵佳节花灯如昼的盛景，是胡姬酒肆里的异域风情，或者是像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展现的那种熙熙攘攘、充满烟火气的国际大都会。但是今天我要给你泼一盆冷水，真实的唐代长安绝对不是一个你可以随时随地去街角撸串、去酒吧夜场蹦迪，哪怕半夜睡不着也能下楼在便利店买个夜宵的自由之城。如果你带着现代人对于城市生活的习惯穿越回长安，你大概率会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因为大唐长安本质上是一座为了军事防御和绝对控制而设计的巨型网格化监狱，实行着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史上最严苛、最死板的李方制和宵禁制度。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拨开那些浪漫的滤镜，从历史的真实细节出发，带你沉浸式体验一下大唐长安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管控。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会把时间往后推移，带你穿越到宋朝的汴京城，去感受一下当那堵限制自由的高墙被推倒后，中国古代的夜市和商业文明是如何迎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发的。这是一场关于自由与控制、封闭与开放的城市变迁史，内容非常硬核，请大家点赞收藏，我们马上开始。第一部分，大唐长安城的上帝视角，一个庞大的网格化矩阵。要理解长安人生活中的压抑感，我们首先得从这座城市的规划建设说起。唐长安城实际上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觉得汉长安城太破旧，而且水质不好，于是命令天才建筑师宇文恺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附近重新规划一座全新的国都。宇文恺不仅是个建筑师，还是个风水大师和政治家。他设计这座城市的首要考量，不是为了老百姓生活方便，而是为了皇权的安全、国家的统治和宇宙的秩序。所以当你从上帝视角俯瞰唐长安城时，你会看到一个极其对称、规整，甚至显得有些刻板的巨大长方形。它的面积大约是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比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大7倍，比公元8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大6倍。在这个巨大的长方形里，街道笔直交错，就像棋盘上的线条。而在这些线条切割出来的一个个方块，就是长安城最基层的居住单位，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李方。唐长安城一共有大约108个方。注意，这不仅仅是个划分区域的虚词，而是实打实的物理隔离。每一个方都有高大厚实的夯土围墙把它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方墙到底有多高？史书中并没有统一的精确数字，但根据考古发掘和唐代建筑的规制推测，方墙的高度普遍在2米到3米左右，厚度也相当可观，绝对不是你垫个脚尖就能翻过去的那种小矮墙。方墙之外是宽阔的大街，长安城的街道宽得惊人，中间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度达到了夸张的150米左右。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一条双向10车道的现代化高速公路宽度大概也就40米左右。朱雀大街足足有150米宽，这在没有汽车的冷兵器时代，完全超出了交通出行的实际需求。为什么要把路修这么宽？3个原因。第一是防火，古人大多是木结构建筑，宽阔的街道是天然的防火隔离带。第二是展现帝国威仪，皇帝出行时那种宏大的气场需要足够的空间来支撑。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是为了军事镇压。如果城内发生叛乱或者暴动，如此宽阔笔直的大街没有任何掩体，非常有利于朝廷的重装骑兵进行冲锋和无死角的镇压。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平民百姓会本能地感到自身的渺小和皇权的威严。每一个方根据面积大小开有2个或者4个方门，比如靠近皇城的小方只有东西2个门，
而外围面积较大的坊则有东南西北4个门，坊内有十字街把整个坊分成4个区域。这就意味着100万长安市民平时就生活在这大概108个被高墙封闭起来的大院子里。大唐的户籍管理极其严格，你住在哪个坊就是哪个坊的人，不能随便乱搬家。这种制度就是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史上著名的里坊制。在这个制度下，城市被切割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网格，每个网格都有专人管理。这就好比我们现代社会的网格化管理，但在物理隔离上要极端得多。第二部分，令人心惊肉跳的暮鼓晨钟与宵禁。了解了长安城的物理结构，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软件管理，也就是那个让无数穿越者闻风丧胆的制度——宵禁。在唐代，统治者认为黑夜是犯罪、阴谋和叛乱的温床。为了确保都城的绝对安全，天黑之后，整座城市必须彻底静止，这就是所谓的犯夜制度。我们来模拟一下一个唐代长安普通市民，姑且叫他李三。李三住在城南的崇光坊，他在城西的西市开了一家卖丝绸的铺子。每天早晨，叫醒李三的不是闹钟，而是响彻全城的巨大鼓声。唐朝的宵禁信号最初是由各个城门的门吏吹角来传达，后来唐太宗时期的大臣马周觉得这样声音传不远，也不统一，于是建议在城内主要街道设置接鼓。5更3点，大约是现在的凌晨4点多，将近5点，皇城承天门的战鼓率先擂响。紧接着，分布在长安城6条主干道上的街鼓开始同步敲击，这就是著名的晨钟暮鼓里的晨鼓，又叫小鼓。小鼓要敲多少下呢？足足3000下。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种怎样的听觉震撼。这3000下鼓声就像是整个城市从沉睡中苏醒的心跳。伴随着隆隆的鼓声，108个坊的坊门被缓缓打开，长安城的12座外城门也随之开启。新的一天正式开始。李三听到鼓声，必须立刻起床洗漱，因为他得赶去西市做生意。唐代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是严格分开的，坊是住宅区，市是商业区。长安城只有2个官方指定的巨型商业区，东市和西市，里面商铺林立，胡商云集，但是这里面的营业时间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午时分，市属会击鼓200下，宣布开市。太阳落山前7刻，市属会敲击筝，也就是一种铜制的打击乐器，敲击300下，宣布闭市。这时候，无论你的生意多好，顾客多不情愿，你都得马上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对于李三来说，一天中最紧张、最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到来了。日暮时分，也就是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承天门再次响起鼓声，这就是暮鼓。暮鼓要敲多少下？800下。这800下鼓声不是优美的音乐，而是催命的倒计时。听到第一声暮鼓，李三必须拔腿就跑。他要在这800下鼓声敲完之前，从西市一路狂奔回自己居住的崇光坊。在这段时间里，整个长安城的大街上会上演一幕每天都在重复的全民马拉松。官员的马车在飞驰，商人的推车在狂奔，行人在疯狂地倒腾双腿。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一旦鼓声停止的后果是什么。随着第800下鼓声的余音在空气中消散，咚的一声巨响，108个坊的坊门同时重重地关闭，并从外面上锁。长安城的外城门也全部落锁。如果鼓声停止时，李三还在大街上没来得及跑进自己的坊门，或者他跑错了坊，那他就彻底完蛋了。鼓声一停，6街的鼓手会立刻离开，取而代之的是全副武装的金吾卫和负责街面治安的武后。长安城的大街上设有大量的武后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现代的街头警务站或者治安岗亭。大一点的铺子有100多人，小的也有30多人。这些人手持刀枪，开始在空旷寂静的长安大街上巡逻。这时候，如果李三还在街上晃悠，立刻就会被武后按倒在地。这就叫犯夜。唐律疏议这部唐代的法律典籍里，对犯夜有着明确而严厉的处罚规定，诸犯夜者，吃20。为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
意思就是，只要在木鼓敲完之后，晨鼓敲响之前，你在大街上行走，一旦被抓住，不需要任何解释，先扒下裤子，用竹板狠狠地打20大板。唐代的笞刑可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轻轻拍几下，20竹板打下去，皮开肉绽是轻的，很多人直接被打得半个月下不了床，体质弱的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如果是在皇宫或者朝廷核心区域附近犯业，那惩罚会更重。有没有例外情况呢？法律总是要讲点人情的。唐律也规定了几种豁免的情况，比如家里突然有人生了疾病需要去请大夫，或者家里老人突然过世需要去报丧，或者是国家有紧急公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便撒个谎就蒙混过关。如果你说是去请医生或者报丧，你必须持有你们方的方证或者县衙开具的文牒，也就是官方证明信。如果没有证明信，即便你喊破喉咙说老婆快生了，巡逻的武后也有权利先把你抓起来关进武后铺，等天亮了再核实，打20大板往往也是免不了的。如果你敢反抗，甚至在夜间试图翻越方墙或者城墙，那性质就变了，轻则流放，重则直接当场格杀勿论。在这样的高压下，入夜后的长安城大街上空无一人，死一般寂静，只有巡逻士兵的脚步声和铠甲摩擦的声音。没有路灯，没有夜生活，你只能待在自己方内的院子里，连隔壁方的亲戚家都去不了。哪怕你家就住在崇光坊的北墙边，你丈母娘家住在紧挨着的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方的南墙边，直线距离不到10米。天黑以后，你也绝对不能翻墙过去看他，否则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有人可能会问，那我跑进房里之后，不出房门，就在坊里面的街道上溜达行不行？在唐代早期和中期，坊内的管理相对宽松一些，坊门虽然关了，但你在坊内的十字街或者小巷子里互相串个门，喝个小酒，一般是没有人管的。有些面积比较大，居住着达官贵人的坊里，甚至会有一些内部的娱乐设施，但这仅仅局限于你的网格内部，你的自由空间被牢牢锁定在这个长宽个几百米的方形盒子里。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历史名人都在这种宵禁制度下吃过亏。比如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这老兄是个著名的才子，但也是个风流浪子，喜欢喝酒逛青楼。有一次他喝得大醉，错过了暮鼓的时间，又没能及时跑回房里或者找个旅店住下，就在大街上晃悠，结果迎面撞上了巡夜的军队。偏偏这天晚上带队巡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广陵镇将虞侯。温庭筠不仅没有赶紧躲避或者求饶，反而借着酒劲跟军官大吵了一架。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大诗人被军士们按在地上一顿暴打，不仅门牙被打断了，还被扔进局子里关了一夜。这件事在当时的长安城成了一个大笑话，也足见唐代宵禁的铁面无私。你名气再大，文章写得再好，只要没有特许状，犯了夜规矩，一样得挨揍。再比如大家熟悉的大诗人白居易，他在长安做官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在外面应酬晚了，听到暮鼓声响起，吓得连滚带爬的往回骑马狂奔。他后来写了一首诗，记录这种狼狈的经历，鼓声未绝前，奔走成轻骑。由此可见，即使是朝廷命官，对这800下催命的鼓声也是充满了恐惧。第3部分，上元节的狂欢与压抑的极致反弹。当然，大唐的统治者也知道，如果把老百姓1年365天每天都像犯人一样关在笼子里，人的精神是会崩溃的，社会也是会出大问题的。所以他们给长安的居民留下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排气法，这就是每年正月15的上元节，也就是我们说的元宵节。按照唐代的规定，每年的正月14、15、16这3天，长安城会实行放夜制度，也就是暂时取消宵禁。这是全年仅有的3天，长安市民可以合法的在夜间走出坊门，到大街上游玩。这3天，大唐朝廷会组织极其盛大的灯会，朝廷甚至会斥巨资搭建高达几10米的灯楼，上面点燃几万盏灯，金碧辉煌，宛如白昼。因为压抑得太久了，所以一旦释放，那种狂欢的能量是惊人的。在这3天里，长安城可以说是倾城而出，无论男女老少，
贵族平民全都涌上街头看灯、看百戏表演。未婚的年轻男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有机会在夜色中名正言顺地出门互相结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像辛弃疾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或者欧阳修写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往往都发生在元宵节。不是因为这天有多浪漫，而是因为除了这几天，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在晚上出门约会。所以长安12时辰里展现的那种万街空巷、花车巡游、热闹非凡的夜间长安确实是存在过的，但它绝对不是长安的日常，而是一年只有3天特权的节日限定版。过了正月16、正月17早上的晨鼓一响，一切又恢复原样，老百姓重新回到那个被高墙和鼓声严格控制的网格化生活里，继续忍受长达362天的漫长黑夜。第4部分，高墙的倒塌，时代经济的暗流涌动。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向前的。任何试图用僵化的物理隔离来阻挡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最终都会走向崩溃。唐代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削弱。一方面，朝廷对地方和基层的控制力下降；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和商业的发展，让原本严格的里坊制和市坊分离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最开始出现的情况叫亲街，什么意思呢？就是临街的那些居民觉得坊墙太碍事，做生意不方便，于是偷偷的在坊墙上挖个洞，开个后门，甚至直接把店面扩展到坊墙外面，侵占公共街道。唐朝政府一开始是严厉打击的，经常派人去把老百姓私自开的门堵上，把违章建筑拆掉。但就像治水一样，堵是堵不住的。商业的利润太诱人了，老百姓为了生活，今天被拆了，明天又偷偷建起来。渐渐的，坊墙变得千疮百孔，名存实亡。到了晚唐五代时期，里坊制虽然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随着历史跨过五代十国那段动荡的岁月，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终于到来了。第5部分，穿越宋朝，感受降维打击般的夜市自由。如果我们把时光机从唐长安城切换到北宋的首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你会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文化冲击。如果说唐长安城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军营，那么宋朝的汴京城就是一个充满着烟火气、商业气息极度繁荣的现代都市雏形。宋代的统治者面对已经千疮百孔的里坊制，做出了一个极其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与其费时费力地去修补那些高墙，不如彻底把它们推倒。于是，延续了中国几千年的里坊制在宋代被正式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街巷制。在汴京城里，你再也看不到那些把居民曲圈起来的厚重坊墙，坊门被拆除了，宵禁的鼓声也被永远的废止了。城市真正的向所有人敞开了怀抱。这种物理上的解禁带来的是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商业大爆发。原来的封闭式住宅直接改建成了临街的商铺，汴京城的大街小巷瞬间被各种商店、酒楼、茶馆、作坊塞得满满当当。原本只能在指定的东市和西市进行的商业交易，现在可以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进行。更让你感到亲切和激动的是，宵禁废除后，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夜市诞生了。我们可以通过孟元老写的那本著名的《东京梦华录》来沉浸式体验一下一个汴京市民赵四的夜生活。相比于唐代长安那个听到暮鼓就得拼命往家跑的李三，宋朝的赵四简直生活在天堂。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汴京城并没有像长安那样陷入死寂。相反，这正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时候。大街两旁的酒楼、茶肆开始点亮红红的灯笼，招揽顾客。路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吃摊。赵四下班后不用急着回家，他可以约上3、5好友去繁华的周桥夜市逛逛，那里简直是吃货的天堂。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周桥夜市上的美食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夏天有冰雪冷圆子、水晶皂、生腌水木瓜，冬天有盘兔、悬制猪皮肉、野鸭肉。如果你想吃点热乎的，街角还有卖皮切羊头、羊肉馒头的老字号。各种叫卖声、锅碗瓢盆的撞击声、食客的欢声笑语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首充满生命力的城市交响乐。吃饱喝足之后，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赵四可以去遍京城里特有的娱乐中心瓦舍勾栏，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商业综合体和剧院。瓦舍里有各种各样的表演，说书的、唱曲的、表演杂技的，甚至还有讲史的、演皮影戏的。最大的瓦舍可以同时容纳几千名观众，里面不仅有演出，还有卖药的、算卦的、卖旧衣服的，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这种夜市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东京梦华录里说的明明白白，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3更尽也就是现在的半夜12点到凌晨1点，夜市一直开到半夜才渐渐散去。但是这还没完，到了5更天，也就是凌晨4点左右，你猜怎么着？早市又开始了。卖早点的小贩，运送新鲜蔬菜进城的农民，又开始在大街上忙碌起来。甚至在夜市和早市之间，还存在一种特殊的鬼市，专门在凌晨进行一些古董、旧货或者不太光明的交易。这就意味着，宋朝的汴京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24小时的商业循环，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无与伦比的经济活力。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出门，随时买到你想买的东西，随时享受你想享受的娱乐。这对于唐代长安的居民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科幻场景。不仅如此，宋朝的政府甚至还会主动为夜市提供便利。为了防止夜间发生火灾和治安案件，政府在街道上设立了巡逻的防御军。但这支军队不再是为了抓捕夜晚出行的人，而是为了维护治安和防火救灾。他们会在夜市周边巡逻，保护商贩和市民的安全，这简直就是现代城市警察和消防员的雏形。宋朝的皇帝甚至有时候也会微服私访，跑到夜市上去买点零食吃。据说宋仁宗有一次半夜在皇宫里听到外面夜市上卖羊肉汤的叫卖声，馋得直流口水，但他忍住没让人去买，因为他怕一旦开了这个口子，这卖羊肉汤的商家就会被内务部门垄断，反而破坏了民间夜市的规矩。这个故事不管真假，但至少反映了宋代夜市文化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生活中。第6部分总结控制与活力的历史抉择。好，体验完了大唐长安的压抑和宋朝汴京的自由，我们来做一个深度的总结。为什么唐朝和宋朝在城市管理上会有如此天壤之别？仅仅是因为统治者的喜好不同吗？当然不是，这背后隐藏着中国古代社会深层的结构性转变。唐朝，尤其是盛唐，本质上是一个以军事贵族为主导的帝国，它的国家重心在于对外扩张和对内的绝对控制。李方志和宵禁是这种军事化管理在城市生活中的直接投影。在冷兵器时代和信息极度不发达的背景下，把人固定在一个个网格里，切断他们夜间的串联和流动，是维持治安、防止叛乱、征收赋税最简单、最粗暴但也最有效的手段。长安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它的宏伟和秩序是建立在牺牲个体自由的基础上的。而到了宋朝，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宋朝建立之初就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不再仅仅是农业税，而是越来越依赖于工商业的税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城市的属性发生了质的改变，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中心，更成为了一个经济中心和市民生活的中心。推倒方墙，取消宵禁，不是因为宋朝的皇帝比唐朝的皇帝更仁慈，而是因为商业的洪流已经无法阻挡。只有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城市里日夜不息的自由流动，才能创造出巨大的商业财富，才能支撑起庞大的官僚帝国和冗长的军费开支。宋朝的城市是在用经济的活力换取生存的资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的军营向开放的市场的伟大跨越。唐代长安的严整有序确实有着一种庄严宏伟的古典美学，但宋代汴京的喧闹繁华却闪耀着更贴近人性的生活之光。当我们今天在现代都市的霓虹灯下享受着24小时便利店和繁华夜市带来的便利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看似平常的自由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经历了怎样漫长而艰难的演变。从那800声催命的木鼓，到汴梁城里通宵达旦的叫卖声，高墙的倒塌释放的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被压抑了1000年的商业文明和市民精神的觉醒。那么看完这期视频，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是愿意去规整宏伟但夜晚只能待在院子里的唐代长安，还是愿意去拥挤喧闹但半夜可以下楼撸串的宋代汴京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